小相公，选我当老婆吧。虽然我年纪大点儿，但是会疼人。看过1、2两季的义父们都知道，身为兵王的我，居然穿越成为了大周边军的一名小卒，还被迫选了个罪女当妻。小妞儿，咱们伍长让你去暖床，那是对你的恩赐。为了保护妻子不被伍长欺辱，我只能杀死伍长刘武等人。没曾想，对方小舅子竟是掌管粮草攻境的节度使官。好一个季伯达！本官定要让你血债血偿！竟趁着敌方率兵攻打狼峰顶时，故意扣发粮草，拒绝援军，欲置我和500边军于死地。今天若非叶之威及时赶到，我就算能拼死一搏，能否脱身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季伯达兄弟，大将军叫你进去。属下参见大将军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处置张金是官官相护，全然不顾边境安危？属下不敢。你都敢拦老夫的帅旗了，什么敢不敢的？老夫也曾年轻过，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张怀安与你的恩怨我都知道了，今日军械库之事也已经查清，但我眼下却不能动他。为什么？您身为帝国大将军，北西军统帅，放眼整个北疆，不都是您说了算吗？为何还办不了一个小小的参军？莫非真如自己猜测那般，在这些大人物眼里只有利益？所谓的家国大义都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。年轻人，你太小看我卢振衡了。之所以暂时不能动他，是因为他老丈人是户部尚书兼度指使。若是我办了他，往后北疆40万大军的军衣粮草都将是大问题。难怪张怀安如此的有恃无恐，哪怕明知自己那些小动作就要被揭发，依然是那般的气定神闲。原来他有如此强硬的后台。粮草的事情我已经让叶之威去办了，你无需担心。不过胡杰对老龙口和朝天崖各发兵2万，其他地方同样也在暗中集结兵马，我已经抽不出兵力援助狼风口了。看来注定是没有援军了。狼风口500兄弟还在等着自己，成千上万百姓的生死存亡牵系自己一人身上，自己若现在回去，该怎么跟他们交代？又该如何对自己交代？大将军，狼营口有多重要，想必不用我多言。若是被胡贼军死则死矣，可数百里疆土和成千上万的百姓都将被胡战铁骑踏碎。给我站着！堂堂7尺男儿，跪天跪地跪天子跪父母，唯独不能对权势下跪。我北疆边军骨头比铁硬，哪怕站着死也不跪着生。我比你更清楚狼风口的重要性，但狼风口至少有险可据。你可知北疆有多少地方是一马平川？一旦开战，那都是要用将士们的身体去筑墙，以此来抵挡胡杰铁骑的。大将军，属下有个办法，或许可解狼风口之急。之威，如今北疆大营还有多少可用之兵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而这些兵力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绝不能动用的。属下明白，但大将军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支队伍。哦，还有哪支队伍？死字营。我确实忽略了这支队伍啊。不过死字营之中基本都是被打入奴籍的罪人，更是不乏从各地发配而来的死囚。北疆死字营足有3000余人。平时死字营军奴大多都在从事劳作，或是修补城墙，或是搬运物资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不饱的，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。最主要的是，一旦开战，这些军奴就会被派往战场充当炮灰，往往攻城战便是这些军奴最先上，也算是让这些戴罪之人发挥最后一点作用。可这些军奴一旦脱离了北疆大营，就等同于离开了牢笼，谁还能管住他们？不行，死字营之中不乏穷凶极恶之仆，一旦脱困，恐出祸患。大将军，我能管束他们。你可知道，死字营中都是些什么人？你拿什么管束？属下愿以项上人头立下军令状。你可知军中无戏言？属下知道，不过属下有几点请求，请大将军准许。说吧。恭喜姬校尉，此次若无先生不助，别说援军，估计连1粒军粮都看不到。我代表狼营口500兄弟，谢过先生。我需要1000人，随我一起去杀敌。我无法保证你们跟着我去都能活着回来，但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们，只要跟我去，无论生死，往后你们都将解除奴籍，堂堂正正做人。解除奴籍？自己没听错吧？这位将军，
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不是将军，1个时辰前我还只是一位标长，刚被卢帅提为校尉。不过我刚才的话却是卢帅亲口允诺的，不信你们可以问卢帅身边的参军叶大人。卢帅确实答应了，只不过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你们必须全程听从姬校尉的命令，若有不从者，全员问斩。好，我们跟你干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只要活下来就能翻身。并不是谁都够资格跟着我，因为此次行动九死一生，失败就意味着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死。但我不想死，曾参军入伍者出列，能骑马射箭者出列。被选中的别急着高兴，因为你们明天就有可能会死。没选中的也不要觉得失望，你们以后还有机会。人已经选出来了，战马和兵甲我已经让人去武库点取了，很快就能送过来。叶先生今日之恩，姬伯达没齿难忘。若我还能活下来的话，定当报答。昨晚我跟你说，我曾学过算卦，真不是诓你。我看你面相，绝非短命之人。我等你凯旋的消息。粮草的事情就有劳叶先生了。放心，你们先行一步，粮草随后就到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便是一名战兵。此次出战，既是杀敌，也是正命。是。曾在军中担任过标长乃至以上职位者出列。启禀大人，属下萧京寒曾在南系军中任校尉，属下周定山曾任幽州军标长，属下顾长风曾任北疆云州军斥头校尉，属下裴昭曾在神都任禁军都尉。没想到这死字印之中竟然卧虎藏龙。从现在起，我任你们为标长，各统领100人队伍。这就直接当标长了？不用惊讶，我让你们当标长，是对你们的信任和对你们能力的肯定。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。要是觉得自己当不了这个标长，趁早让位置。明白。已经整整2天了，可敌军却始终没有发动进攻。校尉大人，这霍苍狼围而不攻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本以为霍苍狼是不是知道狼风口快断粮了，想要以此耗死我们。但是快断粮的消息只有几名标长知道，就连到附近适时村落购粮的士兵也不知道内情。胡杰人要开始进攻了，全军备战！滚石，放原木。虽说这是胡杰人惯用的进攻方式，可这次对方的主将可是大周叛将霍苍狼，他比胡杰人更了解周军的防守手段，不可能没有应对之策才对啊！现在10分钟换防，将城墙上的乙标和丙标换下去休整，将正在休整的丁标和乙标派上来。注意隐蔽，敌军有投石车。狼风口之外那条峡谷河道崎岖狭窄，照理说投石车根本运不进来，但现在投石车确确实实出现在了狼风口外，而且还不止1架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何对方之前的攻击那么敷衍，原来对方将投石车拆开搬运过来，此前雪谷之中那些来回穿行的人影是在现场组装啊！传令，甲标携木幔上城支援。得令，命乙标和丙标伐竹，编制竹幔，越多越好。得令，多少木幔全部拿上来。大人，这些木幔都是多年前制作的，一直丢在仓库之中没用过，卑职全部搬上来了。让他们加紧制作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是。看来对方应该有5架投石车，而且距离城墙足有400步的距离，弓箭根本够不到。梁铁山，属下在。带几个人去把那架床弩搬上来。是。这东西的射程可达400余步，如今也只能靠它进行反击了。成功了，再来！只可惜，整个狼风口就这1架床弩，要不然完全可以压制对方的投石车。但是库房之中库存的弩箭只有不到200支，按照每次使用3根，用几十次就会耗尽。给我杀！杀死这些入侵者，为兄弟们报仇！
拉上来了，快取火油！熊广，带人去城门方向支援。是。尽管在开战之前，我就让人用巨石将城门甬道堵死，可一旦对方撞碎城门，便可以疏通甬道，而且这个过程完全处于死角，站在城墙上根本无法阻止。接伯达，你接到援军了吗？我们快顶不住了。校尉大人，这样急行军，很多人都吃不消了，而且就算人能坚持，战马也受不了。校尉大人，非是卑职贪生怕死，而是为大局着想。吾辈身为将士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。有谁熟悉地形？马上来见我！校尉大人，属下之前本就是北疆边军，来过这一带。可知哪里适合休整？东南方向20里，有一片胡庸林。带路。此地距离狼风口还有多远？大约200里。休整到申时开朗，亥时之前，必须赶到狼风口外。届时会有一场生死之战，我会分出一标兵力，负责烧毁敌军粮草，其余人随我一起从后方直扑大营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机会稍纵即逝，我不希望出现任何变数。明白。谁让你们生火的？校尉大人，实在是太冷了，我们都快冻僵了，所以。谁的兵？回禀校尉大人，是我的兵。还记得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吗？违反军令者斩。你自己处理吧。若有下次，全标皆斩。标长，别杀我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可曾听过军令如山？挖个坑埋了吧，记得多放些树叶，免得他们冷。标长，东面发现一支骑兵小队，朝着这边而来，是周人还是胡杰人？太远了，看不清。其他人原地隐蔽，萧金寒带几个人跟我来。是胡军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准备战斗，等对方进入100步范围再放箭，放倒之后迅速扑上去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。用我的剑。放箭！一箭射杀3人，而且箭速比我的破甲弓还要快。好剑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凌略。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。有事吗？校尉大人，属下想跟您打听个事情。你想问什么？属下想知道，镇守狼风口的是不是陈振江？你是因为苏老将军之事被牵连，才被发配到死字营的吧？属下曾是苏大将军的牵兵营校尉。半年前，苏大将军被朝中奸人陷害，抄家处死。南系军中苏大将军的一众心腹也都尽数遭受牵连，要么被问斩，要么被发配到各地为奴。如今这队伍中便有近200人出自我们南系军。难怪有那么多人曾在军中服役，原来大部分都来自南系军。堂堂战兵为国戍守边关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实在是令人气愤。放心吧，天理昭昭，苏大将军会有沉冤得雪的那一天，陷害他的人也会遭受报应。陈振江还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们能及时赶到，应该还能见到他。到时候我再送你一份惊喜。陈振航可不是孬种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坚持到我们赶过去的。2个时辰后，各标集结队伍，清点人马，准备出发，直奔狼风口。接下来你继续带路。放心，校尉大人，以往我常来巡边，就算闭着眼睛，也能把大家带到狼风口。废物，折损了700精兵，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狼风口，要你们何用？将军，非是我等无能，实在是那狼风口太过于险要，人太多了施展不开，人太少又难以形成攻势。是啊，将军，狼风口只有一面城墙，周军集中兵力死守，我等之前好几次都登上城墙了，却被打退了回来，而且对方还在城外挖了很多沟壕，我们的工程车每前进一步都是拿士兵的尸体在填。你们的脑袋就先寄存在你们脖子上。今夜你们亲自带队，要么攻下狼风口，要么你们就死在狼风口。
校尉大人，你都1天1夜没合眼了，快休息下吧。士兵们的伤怎么样了？唉，能救的都救了，有些根本来不及救。辛苦了，您老先去休息会儿吧。陈大哥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陈大哥太客气了，咱们女儿家虽上不了战场，但也能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援军和粮草有消息了吗？多半是来不了了。我已经让人去通知狼风口的百姓，让大家准备撤离。天黑之前，你也跟他们一起走吧。半年前我家破人亡，如今的狼风口便是我的家，我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我们是将士，我们的使命就是与狼风口共存亡。但你不一样，听我的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我答应过相公，会在这里等他。把秦小根叫过来。是。校尉大人，你找我。秦小根，我交给你一项任务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大人放心，今天晚上，你带着你们彪长夫人，随百姓们一起撤离。啊！这是命令，也是我给你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。属下记住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一晚了吧？毕竟对于胡杰人而言，天黑更有利于他们攻城。有人说，对于将士而言，战死沙场便是最好的归宿；也有人说，男儿无惧生死，但求死而无憾。我不知道死在这里值不值，或许过些年帝国将不会记得我们，但我相信狼风口的百姓会记住我们，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热土会记住我们。兄弟们，如无意外，今日便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了。或许我们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。我想问你们，怕不怕？不怕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这2日早就杀够本了，再多杀一个就是赚一个。好，喝了这碗酒，咱们杀他个痛快。若是觉得不过瘾，到了地府，咱们再杀他一遍。将军，周军为何士气如此高昂？莫非是援军到了？哪有什么援军，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，准备做困兽之斗罢了。勇士们，今夜之后，狼风口注定要易主，杀进去，战功、女人、银子都是你们的。你们若活下来，将享尽荣华富贵，子孙后代衣食无忧；你们若战死，你们的名字都将被铭刻在功勋碑上，你们的部落将因为你们而被可汗奖赏，整个草原都将视你们为英雄。杀！放箭！火药！投石车准备！今天就算是把狼风口轰平，也要攻下来！将军，投石车该停了。将军，这样下去，咱们自己人也会被投石车砸死的。别紧张，死不晚。用2000精兵换狼风口，怎么算都是值得的。督战队压上去，谁敢后退，杀无赦！往前冲是勇士，往后退是逃兵。继续进攻，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只尽粮绝，无援，城将破。莫非城门已经失守，敌军入城了？虽心有不甘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自己已经尽力了，狼风口所有守军都尽力了，只是不知道狼风口的百姓撤到哪儿了。校尉大人，我们来帮你们了！杀光这些侵略者！这些老百姓竟然没有撤离，难道他们不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要死在胡杰人的屠刀之下吗？给我顶住！不过是一群刀都拿不稳的乌合之众，怕什么？告诉突满，去取陈振恒的性命！顶住！反击！
秦小根，我不是让你护送大家撤离吗？校尉大人，他们谁也不肯走，我劝不动啊。陈校尉，你就别怪他了，是我们自己要来的。你们守护我们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让我们出一份力了。是啊，校尉大人，狼风口是我们的家，若狼风口失守，我们又能逃到哪儿去？校尉大人，我们虽然不是军人，可也要让这些侵略者知道大周男儿的血性。若大周边军皆如此，若大周百姓皆如此，何惧四方强敌？校尉大人，你快看，那是胡杰的军营，怎么会起火了？莫非……大牛，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校尉在哪儿，旗在哪儿，人在旗在，人死旗不倒。将军，不好了，敌军偷袭大营！哪儿来的敌军？多少人？打什么旗？属下也不知道啊。对方忽然自黑暗中杀出，约莫在1000人自受，挂一面白帆。传令，后军变前军，列阵御敌。快列阵！是彪长，他真的带援军来了。不畏死者，可求生。不要乱，给我稳住！将军，咱们快撤吧，不然就走不掉了。只差一步，自己只差一步就将其攻破了。撤吧，保护将军，撤退！亲兵听令，给我杀出去！拔刀！杀！挡住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挡住他们，我带将军走。将军小心！别追了，先解决战斗。狼风口守住了！太好了！胜了，我们胜利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还好我赶到了。把战马杀了，给兄弟们做饭。军粮还没到吗？昨晚就已经是颗粒不剩了。本想让兄弟们吃顿饱饭，然后一起上路。不应该啊！我出发之前，押运粮草的队伍就已经从飞龙城出发了，怎么可能现在还没到呢？会不会又是张参军暗中阻挠？这一次是叶之喵亲自派的人，他应该插不了手。陈校尉，我是节度府运粮官郑远，第一批军粮已经到了。3日前叶先生便已经派你们出发，为何粮草现在才到？二位大人恕罪，我等在途中遭遇了响马，运粮的马车全部被毁了，还死伤了不少兄弟，只能靠人力先扛一些来应急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北疆早期确实有响马出没，但这些马贼从不敢挑衅边军，更别说是劫军粮这种事情了。而且近些年边军多次剿匪，那些响马要么被剿灭，要么闻风而逃，去其他地方讨生活了。辛苦了，校尉大人言重了。相比起你们与敌人厮杀，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？我得带人赶回去，把剩下的粮草运过来。耿忠，带一批兄弟去帮忙运粮。是，校尉大人，你们刚打完仗都还没休息一下，让我召集一些乡亲去帮忙运粮吧。上阵杀敌我们不行，但运粮我们还是没问题的。是啊，校尉大人，你就让大家休息一下吧，你们太累了，而且很多人都还带着伤。那就多谢乡亲们了。相公，别哭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相公，你伤哪儿了？快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这些都是敌人的血。相公肯定饿坏了吧？我给你做好了饭。叔叔，你杀了多少个狐贼？叔叔也记不得了。你跟婶婶在家有没有害怕呀？小石头不怕，小石头可勇敢了。这2日我去救助伤员，小石头全程帮我打下手呢。小石头真棒。我睡了多久？现在午时刚过，
相公都睡了1天1夜了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睡太久了，有些晕。校尉大人呢？他去城墙上了。这么早就醒了？睡不着，闭上眼睛就是喊杀声，做梦都是兄弟们倒在血泊中的惨烈场景。能想象当时的战斗有多惨烈，2日3夜的鏖战，换谁都会精神崩溃。这一仗折了多少弟兄？刚刚才统计出来，战死213人，68人终身残疾，54人失去战力，剩下的160多人个个带伤。朱烈死了，与丙彪仅剩的20多人被敌人的铁骑踩得尸骨无存，只找到一些盔甲残片。熊广死了，被人用长枪钉死在那里，一直到鲜血流尽。战争是开启邪恶的一个钥匙，锁校即开就注定要死人，将士、百姓皆是无辜者。校尉大人，胡杰人留在城外的粮草军械，我带人全部运回来了。我跟陈校尉等你很久了。老七，不认识我了？三哥，三哥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三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其他兄弟呢？你可知他们的下落？大哥和六弟当场被斩首，二哥下落不明。我与其他几位兄弟被抓入大牢之后，便彻底没联系。该死！刚刚你说去城外把胡绝人的粮草军械搬回来了。对啊，胡杰人留下的粮食可不少，还有许多活牛羊，今晚可以给兄弟们改善一下伙食了。前晚你们不是已经把胡杰人的粮草给烧了吗？当时的大火烧红了半边天，我在城墙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原本的计划确实是烧掉敌军粮草，以断其后路。不过回头一想，若是能救下狼风口，这些粮草物资都会成为我们的战利品。反之，若是输了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只会让他们破关之后掠别得更加凶狠。所以，最终我只是让周定山带一标兵力焚烧了几座空帐，其目的是让敌军感到恐慌。这一战，咱们虽然打赢了，但却赢得侥幸。不要觉得我在打击你们的士气。如果我们当时不是抢占先机，趁着对方阵营混乱发起冲锋，而是与那1000精骑拉开架势对拼，我敢保证，最终被杀得片甲不露的一定是我们。所以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咱们除了帮助狼风口完成修缮工作，还得加紧操练，不然下一站我们未必能这么幸运。老七，我第一次去校尉家里吃饭，空着手去不妥吧？没事儿，基伯达不是示弱的人，而且那小子做的一手好菜，一般人想吃还吃不上呢。可我听说姬校尉成家了，就算他不在乎，难免夫人会多想。那就更不会了，你们校尉夫人可是知书达理的贤惠女子。先坐会儿，火锅马上就好了。校尉大人，这里不是军营，更何况大家都不是外人，不用那么拘谨。相公，是客人到了吗？属下萧清浩，见过夫人。三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小黎，小黎，真的是你！老秦，你咋不早点告诉我？这不准备给你一份惊喜吗？小黎，对不起，我作为大将军的亲兵校尉，却没能护住他，对不起。三哥，这不怪你，反倒是你们被苏家连累。姬兄弟，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虽然你是我的上级，但若是你对我这妹妹不好，我哪怕是以下犯上，也要跟你拼命。你这话，陈都尉早就说过了。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暗中调查，奈何我身处狼风口，加之力量有限，也只是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老七，你查到了什么？大将军被害，归根点底是功高震主，家南疆战乱已彻底平定，他的存在只会让那位如坐针毡。原本陛下的意思是收回大将军的兵符，让他解甲归安，享晚年。可消息传出之后，曾经被大将军打压的那些人却嗅到了一丝机会，想要借助陛下的手彻底除掉大将军。那些人借助陛下的猜疑，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构陷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证据。相比之下，这些人才更该死。可是那千面异不仅是他，偌大的朝堂之上，有近半数人都巴不得苏家军土崩瓦解。事后我也怀疑苏家军里是不是出了内鬼。起初我也只是猜测，但我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很大。
给大将军定的罪名中，有几条都涉及南细军机密，除非是苏家军的核心成员，否则根本接触不到。而且之后朝廷派人轻而易举便接管苏家军，若没有人从中配合，绝不可能那么顺利。想要给大将军翻案，仅凭你我二人，根本没希望。别忘了，还有我们。对，还有我们。非是我长他人志气，大将军执掌南细军，可在皇权面前依然是如此渺小，一道圣旨便让他入宫受缚。是啊，强如大将军在皇权面前依旧如此，我们想要报仇又谈何容易？那是因为苏大将军还不够强。虽然南细军被称之为苏家军，但你们二位心里很清楚，苏大将军到底有没有彻底掌握这支军团。虽然大将军是南细军主帅，但军中依然存在不少派系，而且不少中层将领都是朝中重臣送进来镀金的子嗣。此外，那些世家豪门也都想方设法将家族侨主往南细军送，以此磨砺资历。如果整个南细军上下都是铁板一块，为大将军之命是从，就算当今陛下想要动他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当然，仅仅是军队还不够，还得在朝中扶植自己的人。就算不能左右朝堂局势，也得时刻了解朝堂之上的风吹草动。除此之外，还得在商贾领域积累足够的财富，不能让别人用军饷粮草来卡脖子。你该不会是……我对当皇帝没兴趣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娘子想当皇后。告辞。怎么了？相公，你对小丽太好了，小丽这辈子都无法报答。那就现在好好报答。小石头在呢？已经睡了。怎么样？看出什么究竟没？这些新器械太过于笨拙，野外作战基本用不上，但若是用在攻城和守城上，却是绝对的利器。若是之前狼风口有足够的床弩和投石车，胡杰人别说登上城墙，就算是靠近城墙的机会都微乎其微。这床弩不对。有何不对？这床弩能射多远？500步内可穿甲破盾。若是改进一番，可将射程提升200步，而且可同时发射5到7支弩箭。真的？怎么改？李师傅，你来一下，把这张后宫翻转过来。季校尉，你确定要把后宫翻转过来？这床弩之所以能射500步，正是因为这3张弓力叠加在一起。要是把后宫翻转过来，岂不是与前宫和主宫相互拉扯？你确定能行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来，你们两个过来搭把手。季少尉，恕小人多嘴。小人干木匠活几十年，这东西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搬到城墙上试试吧。快去测一下距离。是。启禀校尉大人，720步。啊，季校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后弓反过来，可以让弓弦拉得更饱满，虚力自然也就更大。此外，在射出弩箭的瞬间，弩箭先是依靠主弓和前弓的力量送出，可就在这2张弓的力量消减殆尽之时，反装的后弓开始发力，等同于第2次将力量传递到弩箭之上。这也是你从古籍上看到的？确实是在古籍上看到的。你就继续编吧。那你说这弩叫什么名字？你还别说，这次真有记载。这弩叫3弓床弩，又名8牛弩。我看是你现起的吧？不过这名字还真不错。那几架投石车也有一些弊端，如果加以改进，精度和射程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提升。这个改动较大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而且我就算说清楚了，估计大家也做不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干脆把图纸画出来，大家照着做就行了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各位师傅，就按照这个做吧。如果遇到问题，再请教姬校尉。见过2位大人。情况怎么样？彪长找到那群劫粮的响马了，就在30里之外。不过看他们使用的兵器和行为动作，并不像响马，反倒是像什么？像边军。虽然绿林响马屡禁不止，但马贼不是傻子，怎么会在边军眼皮子底下活动？更何况北疆边境本就贫乏，没什么可抢的。但凡脑子正常，都会换一个相对富弱的地方活动。对方多少人？那群马贼住在一座土堡中，
人数在40-50人左右。你去告诉萧景寒，点50名老卒随我走。是。你准备干掉他们？如果他们是普通响马，就算没有滥杀无辜，但也定然是侵扰百姓、打家劫舍，本就该杀。如果是边军，那就更该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有张怀安的影子？我与他反正都撕破脸了，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也该让他知道，我姬某人不是他可以随意拿捏的。情况怎么样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的人只是远远观察，并未打草惊蛇。地形摸清楚了吗？这座土堡以前是一座军驿，已经荒废几10年了。土堡一共前后2道门，周围皆是开阔地，没有掩体。对方大约40-50人，今早有10余骑离开了土堡，至今未归。卑职发现他们使用的竟然是北系军的制式战刀，而且土堡碉楼和城墙上还设置了哨卡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并非普通降河，反而像是训练有素的边军。萧景寒听令，属下在。你率20人随我从正门杀入，其中10人配盾牌。是。顾长风率20人从后门杀入，后门狭窄，以刀兵为主。得令。秦小根听令，属下在。你带20游骑分散在土堡周围，谨防漏网之鱼。校尉大人，咱们要不要等晚上再行动？这土堡四周没有掩体，晚上自然是更容易靠近。但对方却占着地利之势，我们却对土堡之中的格局一无所知。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对于我们而言，皆是有利有弊。每一匹马上都有一个被绑住手脚的女子，无论是马贼还是边军，掳掠良家女子都该杀。现在行动，或许能救下那些被掳来的女子。列阵，杀进去！各位军爷，我等素无冒犯，为何无故发难？你带人仔细搜查。是。我再问一遍，谁是当家的？回禀军爷，当家的已经跑了。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那说说你吧。我就是一个小瘪三儿，为了讨口饭吃，逼不得已才做了响马。军爷饶命啊！你可不是小瘪三，你是一名边军。军爷说笑了，小的倒是做梦都想加入边军，奈何几次都没当上。你手上的老茧和下巴的勒痕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，真当我好糊弄吗？我可是北系军校尉，你若杀我，便是同袍相残。没想到还有大雨，竟然抓到一名校尉。看来这座不起眼的土堡，绝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我今日前来只为清剿马贼，没见到什么校尉。呵呵，你今日要是敢杀我，我保证你会死得更惨。你要是识相，就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未免太高估自己的分量了。你们假扮马贼劫取军粮，仅此一条便是死罪。你觉得你身后的人会保你吗？亦或者说，他敢保你吗？校尉大人，大部分马贼都被斩杀，有10余人被生擒，怎么处理？杀。校尉大人，我们在地窖中找到良家女子，足有30余人。这些马贼正准备对他们灭口，还好我们赶到的及时。之前看到的只有10来名女子，可刚刚查到有30多名。由此看来，掳掠良家女子这种事情，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。可明知自己等人杀进来，他们却还想着将那些女子灭口再逃跑，这说明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属下在另一间地窖中发现了大量甲胄和兵器。要知道私藏兵器甲胄，那可是谋反大罪，杀头都是轻的，动辄便是夷3族。说说吧，你们抓那些女子是什么用途？私藏的那些兵器甲胄，又想干什么？说了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但我要是不说，家人便可以获得一笔钱财，足够他们下半生开销。你觉得我会说吗？你说我保你活？就你姬伯达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尉，放眼北疆，能一只脚把你踩死的大有人在。你拿什么保我？我用手中这把刀和我这条命保证。你若坦白交代，我保你不死。我知道，你的骨子里还是一名边军，一名守土护疆的战兵。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
也不是你的本意，而是因为某些原因被卷入进来，以至于无法脱身。我想堂堂正正做一名边军，镇守国门，建功立业，可现实却根本不给我机会。都怪当初自己怕死，让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。等我醒悟过来，想要后退的时候，发现身后早已经没有了退路。我死不足惜，可我家有年迈的父母，还有嗷嗷待哺的女儿，我怎么能让他们遭受牵连？基伯达心里很清楚，让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去做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，是一件何等残忍的事情。3年前，我还是北西军中的一名小卒，第一次上战场，两军惨烈厮杀，鲜血飞溅的场景，直接被吓得我双腿发软，索性自作聪明，躺在死人堆里装死。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却没想到被督战队的人一眼看穿。起来，临阵脱逃，该当何罪？当晚，我便被蒙着脑袋带到张参军营帐中。我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再不济也会被打入死字营，没想到张参军非但没有治我的罪，反而是提拔我为标长，成为他的亲信。你虽然犯了死罪，但本参军给你一个机会。一开始，张参军只是让我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后来更是让我悄悄将兵器甲胄运到这里，之后又将一些跟我一样犯了错、本该打入死字营的军卒带到这里来。那些女子便是从数十里外的村镇掳来的，关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了，便会被送走。送去何处？关外，给胡觉人当女奴。本以为这些人强抢民女，要么是满足一己私欲，要么是转卖牟利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毫无底线，直接转交给胡觉人。北疆边军舍生忘死，浴血奋战，戍守边疆，素风饮血，守的不仅是脚下山河，更是黎民百姓。可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，竟然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，将自己的同胞子民当成货物卖给敌国，可想而知，这些女子流落到胡杰之后的命运，简直不敢想象。那兵器甲胄呢？准备用来做什么？跟那些女子一样，过段时间就会有商队路过这里，将其运到关外。如果说将百姓女子卖到胡杰是人神共愤的话，那倒卖兵器铠甲就是实打实的国贼了。毕竟胡杰可是大周的生死大敌，那些兵器和铠甲都会成为攻打大周的神器，他们这无异于在给敌人递刀。这种人就算将其千刀万剐，也毫不为过。该杀！这些事情大将军可曾知情？具体我也不确定，但从种种迹象表明，大将军应该不知情，要不然我们也不用这般小心翼翼。那你觉得参与这些事情的高层还有谁？这一点我确实留意过，但我的身份能接触到的机密很少，只知道在张参军背后还有一位手握实权的大人物，至于具体是谁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不相信仅凭张怀安这个参军便能运作全场，总有一日我会与他们一一清算。我知道的都说了，你动手吧。你虽是身不由己，但犯下的这些罪孽却不是一死就能了结的。我这种人死后当下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死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解脱。留着你这副躯体，杀敌赎罪吧。校尉大人，刚刚已经问过了，这些女子都是周围村落的人，最远的有将近50里。给他们配发口粮，然后送回家。拜见将军，谢将军救命之恩。大家不必多礼，我不是什么将军。我们准备收兵回营了，不能带着你们回军营。如果你们想回家，我会让人给你们派发口粮，然后送你们回家去。将军，我们的亲人都死在马贼手中，我们早已是无家可归了。那些人定然是害怕让事情败露，所以在掳走他们的同时，还将其家人杀害，真是罪不容诛。眼下我虽然将他们解救出来，但如何安置却是一大难题。如果将他们放回去，没有家人的庇护，他们这样的弱女子根本没有生存能力。而且一旦将他们放回去，我这次行动也会暴露不说，他们还有被灭口的风险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会给你们安排吃住，条件是你们得干活。将军说的是真的吗？将军放心，只要有饭吃，我们一定卖力干活，绝不偷懒。校尉大人，这些女子干不了什么重活，而且除了漠北的死字营之外，是不允许平民进入军营的。放心吧，我自有打算。秦小根到，会骑马的把马分给他们，不会骑马的去坐马车回狼风口。是。
慢慢吃，饭有的是。这些天杀的，贩卖人口、倒卖军械，这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们掉10次脑袋。难怪这些年北西宣军接连失利，难怪胡杰人的兵器在短短几10年内便赶快大周。原来是有这么一群国贼在给敌人递刀。据盘问得知，这种事情已经持续好几年了，可一直没有被发现。这背后绝对有一个巨大的团体，而张怀安不过是被推在明面上的人而已。此事关乎北西军的生死存亡，必须尽快禀报大将军，不可妄动。如今我们不知道北西军高层有哪些人参与到其中，如果贸然前去，说不定还没见到大将军，便已经被人给拿下了。2位校尉大人，节度府参军叶大人来了，机会来了。属下陈振江见过叶大人，属下姬伯达见过叶大人。一路紧赶慢赶，总算是在天黑前赶到了。好小子，我果真是没看错你，你也没让大将军失望。还得感谢叶大人，若不是你力拒，我连一兵一卒都带不走。说好的请我喝酒，今儿个你可别想赖账。大人说笑了，今晚酒管够。当初有人说你陈振香的手只会捏笔杆子，我第一个不信。事实证明，你陈振香的手不仅拿得了笔杆子，也握得住战刀。500兵卒对抗3000精兵的猛攻，血战2天3夜，死守狼风口。你陈振航给吾辈书生打了个样。大人过誉了，属下不过是恪守本分而已。若非叶大人鼎力相助，帮姬伯达借来援兵，最终的结果只能说500兵卒战至最后一滴血，胡解铁骑攻破狼风口，马踏国门，屠戮百姓，辛苦了。大将军令，狼风口校尉陈振江守关有功，封6品都尉，赏银3000两，继续镇守狼风口。狼风口所有守军论功行赏。谢大将军，属下一定不辱使命，不让胡塞踏入狼风口半步。大将军让我告诉你，很快就会为狼风口补充兵力，而且你也要做好调离狼风口的准备。毕竟堂堂都尉，若是一直让你统领这500步卒守在狼风口，未免太屈才了。看来陈校尉距离那身将军甲不远了。哈哈哈。姬伯达，此前大将军已经破格提你为校尉，这次就没有封赏。不过，大将军有一道军令给你。属下接令，死字营全体将士不畏生死大破敌军，特为所有士兵解除奴籍。从今往后，养有军卒同等军饷俸禄。全营暂驻狼风口休养，协助修缮，择日调离。谢大将军。即日起，死字营自成一营，由姬伯达统帅，望其不负天恩，戍守边疆，奋勇杀敌。死字营上下定不负大将军嘱托。这是大将军亲自赐下的死字营营旗，尝尝。好小子，你这手艺去风雪楼掌校都绰绰有余了。叶大人，你尝尝这酒。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美酒，为何我以往从未见过？这是属下自己酿的酒，叶大人若是喜欢，回头我送你几坛带回去。实话说，你要是送其他东西，我定然不会收。可这酒，我实在是拒绝不了啊！哈哈哈！姬兄弟，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酒了。不知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还不曾起名。若先生愿赐名，那定是这酒的荣幸。不，能给此等绝世佳业冠名，那是我叶某人的荣幸才对。入口之时，如凶猛如群狼出动，肆意撕咬猎物。我看就叫它狼血如何？好名字，如此霸道的名字，也只有这般烈酒才能配得上。我边军男儿当饮此烈酒。叶先生觉得，这狼血若在市面上出售，定价多少合适？普通米酒约莫30文钱一斤，10里香卖1两银子一斤。这酒比10里香好了太多，卖3、5两银子完全不在话下。怎么，你想做酒水生意？不瞒叶先生，原本我酿酒只是自己个儿喝的，但今日剿灭了一群响马，解救了一群良家女子，他们皆是无家可归之人，便想着是否能开个酒坊，为他们谋一份生计。响马在何处剿灭的？30练外的土堡。不可能，多年前北疆境内数百里的匪患便被清剿干净，绝不可能有响马的存在。叶大人，卑职亲自带人去剿灭的，共50余名马贼。之前你派给狼风口的军粮，便是被他们所劫。你难道不知道？什么？军粮被劫？
就在你带人离开漠北大赵之后，大将军便派我去边境查看布防情况。此后又接到大将军的命令，让我来狼风口督察战功，根本不知道军粮被劫之事。他们不仅劫军粮，还滥杀百姓，贩卖女子。在土堡的地窖中，我们还搜到一批兵器和甲胄。季伯达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大人，随我前去的60多名士兵皆可作证，卑职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这哪里是什么响马，分明是兵匪勾结，甚至那些所谓的响马本就是边军。先生猜得不错，那些马贼绝大多数都是边军，他们掳掠这些女子以及盗取的那些甲胄，最终都会被运往关外，卖给胡羯人。千刀万剐的贼子，你可知道他们背后之人是谁？以叶先生的睿智，想必已经猜到大概了。张怀安，我从马贼口中只问出了他，但我相信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走私贩卖的。此事关乎重大，你务必给手下人交代，切不可走漏风声。我回去之后，第一时间禀报大将军。先生放心，回来的路上，卑职便已经给他们下达了封口令，绝不会走漏风声。有劳叶先生了。二位言重了，相比起我这个只会在帐中纸上谈兵的书生，你们才是大周的脊梁。虽朝廷腐败，官员贪腐，权贵自重，士族林立，但我等终究是周人。若有朝一日边关失守，真正受苦的依然是百姓。季兄弟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愿听先生教诲。教诲不敢当，只是有几句肺腑之言。这是大将军的意思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看破不说破的道理。